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蓝厂这边刚刚发布的 X60 Pro Plus X60 系列的超大杯啊！一入2021，vivo 这边是一会儿都不停歇。这台机在影像方面呢，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一台手机，因为微云台这个技术发布了之后啊，在防抖方面我们做过大量的实测，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手持稳定器了。不过受限于体积或者重量或者厚度，在微云台上搭载的这颗镜头一直都差那么点意思。这次 X60 Pro Plus 算是一步到位了。不过呢点，小白测评 X60 Pro Plus 超大杯，咱们好好聊一聊。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感谢。没卖关子啊，我手上拿的这台就是 Pro Plus 的深海蓝它是一个素皮的材质，这个手感非常的棒这个颜色如果放在这儿的话，灯光不是特别亮的话，感觉这种灰灰的这种蓝色的感觉非常淡，有点那种灰蓝感。我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开箱，这个盒子外边 AG 工艺的那种感觉，这盒子非常漂亮，经典橙色。盒子里面也是非常的不环保啊，不光送了充电器和数据线，还有手机壳，然后还送了耳机。传气方面55瓦，这个1，这个2。走波弹幕，你喜欢哪个颜色呢？我这种钢铁直还是喜欢这种灰蓝色啊，这个还是非常有质感的。最近我们上手过的一些旗舰，包括卖的非常贵的，比如说三星的这个旗舰，在这个中框还有它整个前后背板啊，这个接缝的这个地方啊，总是会有一些沟沟坎坎的那种感觉啊。但是这个非常的圆滑，这个素皮中框，然后前面的这种微微曲面的这个屏幕吧，这个经典橙色呢，特别要说一下啊，它的这个中框呢是有一点点淡淡的磨砂质感的，而且是那个金色啊，整个放在一起啊，非常显品质。如果要是这个深海蓝色呢？中框啊，同样也是这个深蓝色，它的重量呢也控制在了190克，这个是非常值得点赞的啊。屏幕方面呢，6.56寸的一个 1080p 120赫兹的屏幕，24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 ，HDR10+LTM 的这个阳光屏，这些技术呢它全部都支持的。同样是一块居中挖孔屏，这个非常家族化，也就是后背的这个云阶的设计，这个做成了2个阶梯形，它采用了一个双主摄的一个设计，一会儿我们会详细聊到。镜头模组非常大，上面2个圆圆的眼睛。这次在影像方面，应该说是集成了 vivo 在软件、硬件方面的所有实力。T 星镀膜，然后全影像的蔡司的联合研发认证我们先不展开详细讲，咱们直接拿实拍来说话，看一看样张。样张方面，我们在前期拍了不少啊 ，X60 Pro Plus 的综合实力不俗，到这个级别都是风格方向的选择了。不过由于时间关系，没来得及仔细分析，说句抱歉。还是老规矩，大家可以在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X60 Pro Plus 这几个关键字，直接下载查看样张原图对比参考。说完拍照，就是我个人最期待的大底微云台了。同样是4台手机，只有 X60 Pro Plus 能够开启广角录制视频，并且它有2种防抖模式，默认标准防抖，开启更高的超级防抖之后，画面会进一步裁切。但即便如此，画幅也比其余3台手机要大，这就是新的大底微云台的优势。同时，它的防抖效果也是最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和王炸级别的 iPhone 12 Pro Max 加上大疆最新手持云台这个组合进行对比啊。上次的X60 Pro 我们就是这样对比的。在漫步的行走过程中呢 ，iPhone 加手持云台的画面表现平滑，毕竟是外挂加持，而X60 Pro Plus 作为一台单独的手机，微云台的表现也完全令人满意。在夜间较暗的场景中，大底微云台的表现照上一代X60 Pro 已经有所提升，但是如果你加速前进的话，这个画面还是会出现抖动。所以我们又分别在纯手持情况下用X60 Pro Plus 的超级防抖模式对比了一下 iPhone 12 Pro Max， 以及在标准模式下对比 iPhone 12 Pro Max。防抖方面，X60 Pro 确实要更好啊，这个大底微云台也没有因为这个体积过大而牺牲云台的防抖，而且由于微云台的技术可以将用户在拍摄时产生的抖动相互抵消，所以在剧烈的跑动过程中，两者画面的晃动幅度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提醒一下，这些画面可都是在纯手持的情况下拍摄的。
这次在后背的 ID 设计方面，它的镜头模组确实要偏大了一些，但是呢，它相对来说放的比较规整，也就是整个镜头模组的顶边和侧边距离边框的位置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话，给你视觉的感受就会和谐一些。不管是重量方面还是在厚度方面，都需要在内部迭代上有进一步的优化和突破才可以。装上它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你从侧边一看就能看到它在动，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这4颗镜头没有一个凑数啊，全部都非常的实用，包括这颗5倍的潜望镜头。另外一个非常重点的就是 T 星镀膜了，这个大家之前在一些单反啊，或者说之前索尼的一些机器上的这个大家可能见到过，这个是非常强的一个抗眩光能力，尤其是你在夜景拍那种比较强的灯光，或者说很多霓虹灯的时候啊，这个 T 星镀膜是非常实用的。硬件方面呢，自然不用说，这个骁龙888啊 ，UFS 3.1和 LPDDR5，而且呢还有 vivo 这边的内存融合的这个技术。配置上呢，一个是8加128G，还有12加上256G。我强烈建议大家12加上256的，因为你拿到这台手机会不自觉的想拍视频，因为真的是太稳了。这次因为我们拿到机器的时间相对比较短啊，这个实测的数据可能还要稍微再等一等。我们先来看一下跑分一些基础数据。电池方面呢，这次配备的一个42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对于6.56英寸的1080P 120Hz 屏幕来说呢，算是中规中矩，不是太大，但是也没有太小。因为它这次重量控制的还不错，这个只有190克。因为拿到这台手机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后背的镜头模组这么大，会不会非常重？但拿上手啊，其实还好。但是在厚度方面，它达到了9.1毫米啊，实话说这还是比较厚的。全部的原因呢，应该就是这个微云台了。因为大底加上一个微云台的机械结构的话，天然的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厚度。如果要是镜头变小一点的话，是可以做得更薄一些的，但是这样的话又会差一点意思，所以说这次还是比较极客的啊，直接给你加到了最顶。扬声器方面呢，也是底部的这个单扬，这个上面呢也是一点空间都没有了。FC 等等等等这些旗舰的配置，反正就是应有尽有吧。这台机器我们体验将近1周了之后啊，给我的感觉就是还是非常极客的，尤其是在影像方面啊，不管是拍照还是现在非常流行的这个视频，vivo 该给你的啊全部都给你了。但是呢，也肯定要做出一些必要的小妥协啊，就是9.1毫米的厚度，因为这个素皮啊，就是你天然摸着就会感觉它会厚一点，不像这种光面的，你会感觉那个不管是视觉上还是触觉上都会有一些减薄，但是这个握持的质感上确实 OK。对于一台这么旗舰、这么顶级配置的一台手机，可以给它改变一些 ID 啊，就是比如说稍微做一些再精致的一些设计，让它凸显一些尊贵感和高端感。这样复杂的一套镜头模组，包括什么非常厚的这个微云台，找到了一种比较和谐的方式啊，给你摆放。这台机器也是小白测评体验到的第4台骁龙888的手机了。这个现在时间非常紧，后面呢我们会第一时间把它的所有实测数据都更新到小白测评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拿上这台机器，虽然说外观 ID 方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但是你尝试它的录像之后，会给你非常强的创作欲望。我觉得这是这台机在影像方面最大的利益，因为你只有这种掏出来手机想拍照、想拍视频的这个欲望，才会有产生更多优秀作品、这个优秀的视频内容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是这台机器带给我最大的这个意义，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啊。OK， 这期视频没有前面的那么深度啊，因为确实时间比较紧啊，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后期的数据呢查看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了。不过这年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蓝厂发超大杯了，其他厂商的超大杯还会远吗？